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Tom Talk。前不久，位于境外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火币网创始人李林、OK 集团创始人徐明星被警方带走调查。其背后的原因是，平台用户在交易 USDT 过程中，资金可能是在为赌博资金洗钱。目前，中国用户已经成为 USDT 的最大玩家，而具有灰色属性的稳定币 USDT 也被叫做泰达币，也已经成为洗钱的重要渠道。USDT 是泰达公司于2017年7月发行的数字货币，是一种将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美元挂钩的虚拟货币。USDT 和比特币有很大的不同，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发行人，而 USDT 则是泰达公司按照美元本位发行，每发出一个 USDT 都会有$1存在银行账户，这是为了维持币值稳定，避免像比特币一样价格剧烈波动，因此 USDT 也被称为稳定币。自从发行以来， USDT 市值全球加密货币排行第4，其总市值约为41亿美金，交易额长期处于全球近1000种加密货币的最前列，也逐渐取代比特币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为什么说 USDT 会如此受欢迎呢？最主要的原因是 USDT 严格按照美元本位发行，币值稳定，持有 USDT 也就相当于变相持有美元，而比特币被洗钱产业弃用的原因是波动太大。另外， USDT 作为加密货币完全匿名，无法被追踪，是一种天然适合洗钱的工具。还有一个原因是，发行 USDT 的泰达公司变相对洗钱行为的默认和支持。为了保持 USDT 的领先地位，泰达公司和银行经常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维京、开曼群岛这样的地方注册空壳公司，并开设银行账户。每当一个银行账户因为涉嫌洗钱被关闭，泰达就会马上在一个新的空壳公司名下再开设一个新的账户。2020年7月，国际反洗钱组织发布的报道指出，一些稳定币，特别是大型全球稳定币，可能会导致虚拟资产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造成较大的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风险。根据区块链公司高管的说法，在他们公司的交易平台上，已至目前 USDT 被大量使用在洗钱、赌博等违法活动。在东南亚和非洲主要用于博彩，在其他有资本管制的国家，比如东欧、俄罗斯，主要用于传销和违法活动。区块链行业普遍都认为泰达币现在出圈了，开始涉足黄赌毒了。202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惠州中心支行协助当地警方破获全国首例利用数字货币 USDT 实施跨境网络赌博的案件。以邬某平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购买境外服务器，建立赌博网站，设置百家乐、彩票、实时彩、北京赛车这些赌博项目。这些团队成员彼此分工十分明确，网络赌博工作室负责推广赌博网站，招揽赌客等，网站刷单洗钱工作室负责利用 USDT 数字货币跑分平台，为境外网络赌博网站提供非法支付结算服务。跑分最初指的是各类硬件测试的平台，但是目前跑分平台已经成为赌博集团在国内对接各类黑产链的交易平台。赌博集团会先在跑分平台发布任务，主要包括开设假店铺、征集个人支付宝、微信收款码等。码商和码农在跑分平台上领取任务，赚取佣金。跑分人员到 USDT 跑分平台购入 USDT 作为保证金，参与跑分抢单。跑分人员提供购入 USDT 币的充值码给跑分平台，跑分平台汇集各种充值额度的 USDT 充值码，整合成一个 USDT 充值码池，并以充值接口的方式提供给赌博平台。赌客充值赌资需要扫描 USDT 充值码进行充值，也就是使用人民币向跑分平台购入 USDT， 最终使人民币流转至跑分平台。通过跑分，网络赌博平台大量的赃款就能通过这些私人账户分批分量的运作，最终把赃款洗白。经过调查，仅在这一起案件中，全国各地跑分人员多达3000余人。该平台运营近15个月，为境外120个赌博网站以及70家投资诈骗平台提供资金结算服务，涉案金额达1.2亿元。
关于这一套赌博洗钱流程怎么玩，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看我之前做的这期视频。这期视频详细介绍了网络黑产集团如何利用拼多多平台，通过支付宝、微信等平台洗白资金。话说回来，在惠州破获的案件中，涉案人员就是通过火币网交易 USDT， 赌博集团的资金池也是在火币网开设的账户，而这些 USDT 在火币网、OK 网等交易网站可以直接兑现成人民币，这样一进一出，资金就完全合法了。事实上，虚拟货币交易网站目前也很难识别出哪个账户是用于跑分平台的，他们只能看到这个用户经过了实名认证，绑定了国内的一张银行卡，但是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轻松买到的，这样的实名认证意义不是很大。公安部门曾经要求火币网和 OK 网能在交易过程中增加视频验证的环节，这样就能保证交易人的身份证和本人是对应的。但是这两家平台到目前还没有做，有一个可能是他们知道真的这样做了，我还能剩下多少客户。泰达公司据称自己也关注到了这里的洗钱现象，目前用户可以发邮件向他们公司申诉，只要提交某个账户违法行为的证据充分，泰达公司就会封禁这个账户。只靠举报这种做法看起来未免有些敷衍。在2010年11月，维基解密揭露了一大堆美国的外交秘密文件，大型的信用卡公司还有 PayPal 迫于政治压力切断了对维基解密的捐款，这就是著名的封锁维基解密行动。封锁维基解密行动开始的后几天， PC 世界杂志发布了一篇文章，他们认为如果说维基解密要使用比特币接受捐款，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收到很多捐款。2011年6月，维基解密开始接收比特币支付捐款。比特币论坛里面有很多人建议中本聪发起向维基解密使用比特币捐款的行动，借此提高比特币的知名度。但是中本聪最后否认了这项提议，他认为比特币目前还是襁褓中的婴儿，给维基解密捐款无异于把比特币置身于聚光灯之下，这会过早的让政府部门注意到比特币，有可能会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相比中本聪的谨慎做法，泰达公司则是毫无顾忌。对于泰达公司来说，最核心的风险还是来自于美国监管机构。假如美国政府宣布 USDT 非法，那么他们这个游戏就会瞬间玩不下去。但这毕竟是一门40亿的生意，彻底消失，目前看来还不是很现实。感谢大家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我的视频，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也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